虎尾兰，无论是其纯美的花香，还是独特的叶片纹理，都让人为之倾倒。然而，有些人养虎尾兰，却发现它长得慢，不开花；而有的人养的虎尾兰，不但能年年开花，还会结出橙色的小果子。原来，虎尾兰身上藏着一些猫腻，只要我们读懂其中的奥秘，就能让它年年开出吉祥花，财运大增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揭开虎尾兰开花甚至结果的秘密。除此之外，再来介绍一下适合给虎尾兰吃的药片，最后再来说一说养虎尾兰常见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。4种药水长到2米高。第一种，维生素 B12。在养虎尾兰的时候，大家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不管如何养护时间多久，植株就是不见长。很多人以为这是风水问题，其实并不是，而是土壤贫瘠，或者周围的空气和阳光等条件比较恶劣。此时如果没有采取措施，植株就会无法生长，严重还会枯萎。建议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，使用适量的维生素 B12， 可以促进植株生长，增加叶片的数量和面积，还提高植株对养分的吸收利用，从而加速植物的生长速度。此外，维生素 B12 可能提高植株的抗害能力，减少生虫的可能性。那么如何使用呢？建议将适量的 B12 溶解在水中，再喷洒在叶面处。第二种，阿司匹林。都说虎尾兰是懒人植物，稍微养护一下就能健壮生长，但是为啥养着养着植株就枯萎了，就生虫了，就黄叶了呢？其实主要还是土壤和植株本身的问题，比如土壤过于贫瘠，植株过于弱小，都会产生这种现象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没有及时处理，植株就会枯萎。这种情况建议使用阿司匹林，过期的也可以。阿司匹林含有大量的水杨素，这是一种植株生长激素，具有促进植株生长和发育的作用。同时，阿司匹林可以增加植株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，以及促进分芽和叶片的生长。那如何使用阿司匹林呢？其实与维生素 B12 一样，取适量的药片溶解于水中，浇灌土壤里面，不要靠近根部，通过土壤的吸收，再传到根部、茎部和片。第三种，阿莫西林。阿莫西林是生活中常见的消炎药，不但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可以使用阿莫西林，花草在生病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的，比如当虎皮兰出现花根腐烂或叶片腐烂的时候，都可以取一片阿莫西林，去掉胶囊部分，把粉末撒在伤口处，晾干之后重新上盆，大概10天就可以重新生根，很容易救活。所以当家里的虎皮兰出现烂根快死的时候，别着急扔，用你的一双小巧手把腐烂的地方剔除，涂上阿莫西林粉末后，很快就可以救活，扔了岂不是便宜他人了？第四种，甲硝唑。过了期的甲硝唑也可以养花，花友们都知道吗？甲硝唑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还可以促进花根生长。另外，对水培的植物，在培养缸中加入碾碎的甲硝唑，可以预防厌氧细菌的生长，去除异味，防止发臭。那么当家里的虎皮兰出现烂根了，就像人们身体生病一样，发生了一些炎症，把甲硝唑碾碎之后涂抹在病灶部位，很快就可以治愈。药片虽然功力强大，但想要让虎尾兰开花的话，一定要了解它隐藏的4个猫腻，这是开花的捷径。2. 隐藏的4个猫腻。1. 长期处于阴蔽的环境。虎尾兰是一种喜阳光的植物，在缺乏充足阳光的环境下，它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。如果虎尾兰长期处于阴蔽的环境中，容易导致其长得慢而不开花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为虎尾兰提供充足的阳光，将植物摆放在光线较好的位置，接受至少6小时的阳光照射，可以刺激虎尾兰的生长和开花。当然，在夏季高温时，可以适当给虎尾兰提供一些遮阴，以避免过高温度对植物的伤害。2. 土壤板结硬化起盐碱。土壤的质量对于植物的生长至关重要，虎尾兰也不例外。如果土壤板结硬化，容易产生盐碱，影响虎尾兰的吸水和养分吸收的话，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。1. 定期翻松土壤，使其松散，增加通风性和透水性。2. 可以在植株周围铺设一层厚度适中的有机覆盖物，比如松针、
木屑等，以保持土壤湿润度适宜。3. 可以通过施加适量的有机肥料来改善土壤质量，提供养分供给。3. 土壤贫瘠没有养分，土壤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植物的生长和开花情况。如果土壤贫瘠，缺乏养分，虎尾兰就很难健康成长和开花。为了改善土壤质量，我们可以给虎尾兰施加适量的有机肥料。建议选择适合虎尾兰的有机肥料进行施肥，比如腐熟堆肥和骨粉等。施肥的频率视植株的生长状态而定，一般建议在生长季节适当增加施肥次数，但要避免施肥过量。4. 植盆太小，根系舒展不开。植盆的选择和大小对于虎尾兰的生长和开花至关重要。如果植盆太小，容纳不下虎尾兰的根系，就会限制其生长空间，影响开花情况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选择一个适当大小的植盆，并根据虎尾兰的生长情况及时更换或重新植株。大盆可以提供更充裕的生长空间，让虎尾兰的根系能舒展开来。同时，选择透气性好、排水性良好的植盆也有助于虎尾兰的生长和开花。4个猫腻能解决虎尾兰开花的问题，但想要虎尾兰结果的话，只需要在开花后做一个不起眼的动作就能实现。这个不起眼的动作就是给它授粉，而大部分品种的虎尾兰都属于同花授粉的情况，所以想要结果最好人工给它授粉吧，特别是室内养护的情况，不人工授粉的话，估计见不到果实。植物学家发现，虎尾兰叶面长了许多微小的气孔，这些气孔能够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，比如二氧化碳、甲苯等等，并通过植物的根系转化为养分，同时释放的阴离子比其他植物多30倍以上。就算你不想让虎尾兰开花，那么把虎尾兰养得旺盛，放在家里净化空气也是好的。下面就介绍一下照顾虎尾兰的4个细节。3. 照顾细节。1. 四季养护。1. 春季养护，一般2到3年换一次盆，气温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时再进行换盆。春季是新叶生长的季节，可保持盆土微湿并施肥。充足的光照可为其生长提供足够的光和养分，也可使新生的叶片粗壮，叶片上的花纹显著且鲜艳。然后等虎皮兰的新叶长成后，可移至室内光线明亮处观赏。2. 夏季养护。夏季光照强烈，虎尾兰的叶色易老化，不利于观赏。这个时候应该放在半阴处，盆土见干后再浇水。气温炎热时，每天应向其4周喷雾，以增加空气湿度，但一定要注意通风。3. 秋季养护。秋季适合将虎尾兰移至室外，接受适当的低温锻炼，增加其抗寒能力。4. 冬季养护。秋末可将虎尾兰转移到室内，室温最好保持在5摄氏度以上。至于有光照的窗台上培养，使盆土偏干，如果低温时盆土较湿，容易引起根茎腐烂。2. 繁殖方法。1. 分株繁殖。春季结合换盆进行，将虎皮兰按3到5片叶子为一丛，分开栽种。2. 叶插繁殖。春末及夏季均可进行。金边虎皮兰扦插的话，金边会消失，所以最好用分株法繁殖。3. 烂根抢救。如果虎尾兰水浇多了，产生烂根现象，不用着急扔掉，把腐烂的部分全部剪掉。有条件的可以用多菌灵浸泡，晾干，重新扦插。扦插土宜用透气疏松的，可以用珍珠岩或者蛭石掺配腐殖土扦插，过不了多久，就又是一盆新的虎皮兰。4. 常见病害。1. 细菌性软腐病。染病后，叶片会由绿色变为浅黄色至灰黄色，经不发软倒伏。春夏高温多雨季节，发病较多，平常宜控制浇水。2. 连苞斑点病。如果在叶片上发现圆形病斑，并且直径可慢慢扩大到1厘米左右，刚开始病斑部分稍稍下陷，并且呈现浅红褐色，然后边缘也变成黄色，之后就会遍及全部叶片，然后斑点中央就会干枯脱落，形成一个小穿孔。一般高温多雨季节易诱发这个病害。3. 炭疽病。这个病害的病斑开始于叶尖或叶缘，颜色是褐色，斑面会出现明显或不明显的轮纹，其病叶上会形成有散生或排列规则的小黑点。
在南方，尤其4至6月发病较严重，想要预防的话，在冬春季需要剪除病部叶片及枯病叶，增施磷钾肥。要想解决上面说的病害的方法的话，平时一定要多通风，不要让盆土长期处于潮湿的状态中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。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。